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2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87.57，收盘价是387.51。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93.01，最低价是在385.3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6053.99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增。KD 值，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走势。那么股价当前的走势呢，是一个横盘的走势。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缩小，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尤其我们会看到现在快线是上穿了零轴，这也是股价向多头趋势转变的一个信号。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实体小红 K 线，这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档后的横盘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经过一个短暂的冲高之后，上方是在393附近遇到了压力，然后呢股价是在盘中一直是震荡下行，那下方呢是在385附近得到了支撑，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底部的附近，因此我们会看到它生成了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实体小红 K 线。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K 线的线型，这样的 K 线的线型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天剑线。天剑线在股价上涨的高位或者说是下跌的低位，它都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那么如果是处在一个横盘的走势中呢，通常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那么当日的这根天剑线，我们会看到它的成交量虽然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增，但是相对于之前的交易日仍然是成交量仍然是并没有抱有大的成交量，因此这根 K 线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根休息的 K 线。那么出现这样的休息的 K 线呢，实际上日后股价是要选择方向的。那么当日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在前一日 K 线最低，也就是385这个地方呢得到了支撑，但是上方呢在5日均线值我们会看到短暂的冲破之后呢又被压回，所以股价目前是反弹或者说是上行是有压力的，但是股价并没有下行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所以这是当日 K 线走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可能是目前市场在等待这个Q1的这个信息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消化，所以说日后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选择方向。如果这样的 Q1 的信息被这个消化为利好，那么我们认为呢385附近将会成为一个支撑，股价将会经过这一波回档继续上行，去建立多头趋势。但是如果被解读为利空呢，一旦股价我们说跌破385，那么股价将会有进入深度的回档，而进入到深度的回档，目前380和362这两个位置将是强支撑。但是我们认为股价回档的越深只要不跌破20日均线值，那么日后的继续向上的动能呢，我们认为将会越强劲。好，那么我们单从当日 K 线信息的解读呢，
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认为股价或者说从 K 线信息解读，股价将会有下行的走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4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收盘价会在384附近，在这个位置。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反弹，收盘价会在395，而实际在4月22日收盘价是在387.51，股价既没有出现回档下行，也没有出现反弹，而是出现了一个横盘的走势。那股价出现横盘呢，所以我们先来依次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那么上行目标不变，仍然是416。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400关口和409这两个位置或者这个区域将会成为股价上行的一个压力区间。那么这两个位置被突破，股价才有可能会站上或者说是突破第一个目标416。实际上我们认为股价现在一旦出现回档，只要日后能够站上409，那么这个多头趋势将会被确认，那么股价突破416，我们认为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第一个目标被站上之后，第二个目标就是436，第三个目标是452。我们再来看下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337，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我们已经给出了关键的标志位380，也就是4月15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还有它的最低362，这两个位置将是目前股价下行的两个强支撑，也是重要标志位。尤其是362，如果股价能够到达这个位置那么实际上也就跌破了20日均线值，那这个位置被跌破，股价将会有更深度的回档，所以只有跌破362之后，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337。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326这个位置，325，然后第三个目标是273。我们再来看4月23日开盘之后的观察位。那么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385，而在4月22日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是出现了一个横盘向上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到了4月23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仍然是这个位置，因为4月22日我们会看到正是这个位置是得到了支撑，因为之前我们说过，股价反弹的条件是不出现新低，然后呢，在1-2个交易日之内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出现这样的走势，股价才会这一波回档才能够成功，股价才能够掉头向上。所以在4月23日盘中，我们要继续关注385。也就是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股价才会有反弹的走势，否则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将会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好，那么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成本价是在369附近。我们分别是在4月13日、4月14日和4月15日的收盘价，每日的收盘价都是5%加仓。好，那么之前由于股价在4月21日收盘价已经跌破了5日均线值，因此呢会有部分仓位已经停利出场。那么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362，那么到了4月22日收盘价在387.51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加仓的。那么到了4月23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仍然可以守362，如果想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以守350。
37，或者是长期持有。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上方的400关口一直到409，这个区域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62。我们再来看看4月2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把它和前面的前高合并，是从388一直到394。第二个压力位是400整数关口，第三个压力位是407到409，第四个压力位是416，第五个压力位是436。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378到381，涵盖380这个中线的位置。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369附近。第三个支撑是362，第四个支撑是337。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388，下方最低会到达372，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75附近，在这个位置。如果出现这样下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88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85，上方最高会到达398，收盘价会收在395附近。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85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的反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2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